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深入解析一个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国家——印尼。这个东南亚最大的新兴经济体，为何陷入了看似稳定，实则停滞的经济迷雾？从青年失业率、外资退缩，到改革停摆与贪腐蔓延，印尼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。我们将透过数据与观察，一探背后的真正关键。印尼经济真的正在失去它的黄金时代吗？表面上的5%成长，是否已无法支撑未来的发展？为什么这个拥有年轻人口红利的国家，却陷入了所谓的长期停滞？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？又该怎么看待这场发展中的困局？印尼的经济成长率在多年来几乎维持在5%，这样的数字在国际间并不算差，但它真的代表经济正在进步吗？如果我们考虑到投入的资本与劳动力，专家表示，印尼本可以达到6%到7%的成长，那为什么没有实现？这中间的差距，是不是反映了效率的流失、制度上的缺陷、执行力的不足？是不是正在拖慢整体国力？政府喊出2045年成为先进国的目标，合理吗？是否只是为了提振民心的口号？8%的年均成长，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挑战，而印尼近30年从未达成过这个数字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这个目标是梦想还是空谈？如果无法在短期内改善制度与生产力，那2045的愿景又该如何实现？什么是真正拖慢印尼经济的根本原因？是不是只怪外部环境太过草率，当地的生产效率长期低下，正规就业稀少，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？这样的社会结构能持续多久？中产阶级正在缩小，内需市场的活力也逐渐枯竭，各区发展不均，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。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，会不会让整体经济继续停滞不前？为什么这么多外资开始犹豫？投资信心是怎么被摧毁的？印尼从基层到高层的贪腐问题早已成为制度性的障碍。当法律无法保障契约，企业只能仰赖关系与贿赂，像 BYD 与本地石化企业都面临地方上的勒索与阻挠。如果企业无法放心投资，那经济又怎么能真正起飞？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反贪机构也被削弱了职权。那么印尼还能守住多少外资的信任？成长窗口不会永远开着，这句话适用于印尼吗？年轻人口还有多少时间能构成红利？2023年，印尼已进入高龄化社会，未来呢？40年代，高龄人口将超过14%。到那时，如果经济结构没有改变，还能竞争吗？会不会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再也无法突破？城市化、环境污染、社会分化、资源依赖，问题一个都没解决。这样的经济体还能被视为成长中的典范吗？那印尼政府目前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政策吗？许多政策仍停留在计划层面，执行力不足，地方政府与中央协调不佳，导致资源错置，过度依赖原物料出口，使经济抵抗力变弱，制造业未能全面升级，也错失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机会。科技创新投入不足，年轻人才大量外流。印尼的数位转型与金融普及率也仍落后于邻近国家。印尼虽然年轻人口众多，但教育资源与就业机会并未对等扩张。如果这些人口无法被有效转化为生产力，将成为社会压力。是否有针对青年创业与中小企业支持的长期政策？外国企业来投资，最在意的是什么？透明的制度、公平的环境与稳定的市场预期。这些条件无法被满足时，印尼要如何吸引全球资本？我们希望印尼成功，也相信它具备条件，但成长不能只靠人口，更需制度与效率的双轮推动。改革是阵痛，但不改革是痛。印尼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，选择权掌握在今天的领导者手中。你认为未来的印尼会是一个成功突破的经济体，还是会成为又一个错失黄金年代的中等国家？这场考验已经开始。教育制度改革是否被优先看待？印尼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，偏乡地区特别匮乏，技职教育也未能对应产业需求，造成技能落差。在第4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，印尼能否跟上数位化脚步？许多国家已开始培养 AI 与数据科学人才，印尼是否准备好了？政府应加速 5G、绿能、智慧制造等关键领域的投入与规划。成长是否只是 GDP 数字的上升？若人民生活没有改善，那这样的成长有意义吗？印尼需要的不只是宏观目标，更需要微观改革的实践。小至地方治理，大至国家政策，都必须有责任与透明。那么，如果是你会支持一个改革但痛苦的未来，还是选择一个安稳但缓慢老化的现在？未来是选择出来的，不是等待出来的。
机会之窗正在关闭，行动与否就在此时。印尼的改革不是明天的事，而是今天必须做出的决定。所有成长的基础都建立在制度、人才与信任之上。只要有决心，印尼仍有可能跃升为新兴领导国家。问题不在于能不能，而在于愿不愿意。从现在起，选择决定未来的命运，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。那么，印尼准备好了吗？世界正在观察，而答案即将揭晓。不只是外资需要答案，印尼人民更渴望改变。这个故事会写成奇迹，还是遗憾，就看现在怎么走。以上就是今天对印尼经济现况与未来的全面分析。看似繁荣的表面下，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制度危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深度的国际观察与财经解读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你对印尼经济的看法。我们非常期待你的意见。我们下次见。